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要上什么课呢？我们今天要上电子业的第6集。第6集上什么呢？就是上 IC 上游的服务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智原。首先，我们请那个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卡的部分。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智原呢，它是跟我们上一集讲的创意一样哈。来，怎么说创意一样？我们边讲边谈哈。首先我们一样哈，半导体产业这个地方，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有分作上游、中游跟下游。那这部分是 IC 设计。那我们这个月要讲的都是上游设计的工具以及矽智财，也就是 IC 上游服务供应商这个地方哈。那它的上游供应商这个地方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呢？目前的供应商这个地方分作3块，包括了 EDA， 还有矽智财，还有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那我前面讲过，跟我们上一集的创意讲的一样，是什么呢？意思呢，也就是他们两个做的业务所跨的范围是一样哈。那创意这个地方呢，它同时是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也同时是矽智财供应商。同样在智原这个地方呢，它也同时是 IC设计服务供应商，也同时是矽智财供应商，只有这2家哦。好，那你说只有这2家的话，那它的特色创意跟智原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于智原来讲的话，因为它攻入矽智财这个时间呢，也就是说开始做矽智财这个业务时间比较长，所以在矽智财模组这个地方呢，它已经有累积到3000多模组以上。那大家可以看哦，矽智财我做一次，然后我就可以重复出售。那我所累积的矽智财越多的话，是不是对于公司相对比较有利呢？对的。那接下来呢，它也有做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所以它也有提供 NRE 的服务，也有提供 turnkey 的服务。好，这样讲大家就比较了解了。那同样在 IC 设计开发流程这个地方呢，对于智原来讲的话，它也是有提供给客户程式码或者是光照的图形。那在 NRE 的部分，它也是有提供这个工程试做的部分，可以依客户的需求，然后不同阶段产出。那在 turnkey 的部分呢，是属于一条龙的服务。那智原这个地方呢，它有提供全面性或弹性的服务，也就是说，它最终交付到那个客户这边的那个所谓的特殊型的 IC 这个地方呢，它可以是用晶圆这个地方直接交付，或者是封装测试完成以后再去出货，就是看客户的需求而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智原的部分。那智原这个地方呢，它刚刚我已经讲过，它的利基就是说，它目前已经累积了3000多项的有关于矽智财的解决方案。那你去想想看，如果说我累积了这么多的话，那是不是我对于后续的那个 IC 设计专案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就可以就是说可以接到的几率就越来越高。那在矽智财这个地方呢，目前它占它的营收比重大概10%，那它主要的收入是在 IC 设计服务商供应商这个地方，那也是一样分做 NRE 跟 turnkey 这2块。那 NRE 呢，占它的营业比重大概13%左右，那 turnkey 这个地方占77%。那跟那个创意一样的道理，就是说，通常客户如果来找智原做 NRE 来讲的话，那这个专案完成以后，如果是成功的，然后经过客户试产又确认无误以后，通常客户的粘着度就会比较高，他还会来找智原做什么协助量产服务嘛。所以他跟看创意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在看他的营业组合的那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注意他 NRE 成长的部分，就可以去推估未来来讲2-3年 turnkey 部分的业绩的成长。那还有一点，它跟创意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创意那时候我们在介绍，它是往先进制程发展，是要怎样7奈米。那智原呢？智原跟创意一样，也是有母公司。那智原的母公司是谁？就是联电。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联电跟台积电最大的不同，就是说联电朝成熟制程发展，那台积电是先进制程，所以智原也是跟随它的母公司，所以它大部分的奈米都是大部分的专案都是在28奈米以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那个部分是朝专案的部分是
朝所谓的成熟制程这个地方发展，这就是它跟创意之间两个分出不同的区块的部分。好，那我们看一下在创意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NRE 的部分，就是说智原呢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在那个可以提供客户，就是说前端的前后端的设计都可以提供客户。那我们在 NRE 的部分就可以发现比如说在2022年第一季这个地方，那有关于它所谓的智慧物联网这个地方呢，它的比重就迅速跟过去比较来讲跳升上来。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它量产服务这个地方呢也跟着上来，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它虽然是成熟制程，但是它这个地方会选择就是说发展就比较具有利基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智慧物联网这个地方呢，它是整个是趋势是慢慢的往上。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在整个上游半导体的那个半导体上游供应商的毛利率分析。那它这个地方是跟我们先前上个礼拜讲的创意一样就是在细制材这个部分，它有分作授权金，就是初期的时候，大概客户会按照他所要的分成他所要的使用阶段，然后分别认列进来。那它的毛利率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有80%到100%左右。那权利金这个地方也是跟随就是晶圆的出货量来计算 IC 售价，然后取一定的收入。所以你这时候一定会讲啦，那晶圆涨价是不是它的收入就比较多？对的。那同样晶圆在跌价的时候，它抽的这个固定比例收入也会去影响它的收入的部分。不过毛利率这个地方来讲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所以毛利率来讲都会比较高一点。好，那在IC 设计服务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分作 NRE 跟 Turnkey。那 NRE 因为是一次性的费用，毛利率比较高，是5%到6%左右。那 Turnkey 的话一样它是一条龙的服务。那因为就是说它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弹性的，所以客户的毛利率大概是15%到25%。好 ，OK， 我们看完这部分以后，再来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比较这些业者呢，我们就来看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那上个礼拜有投资人反映说讲的比较快，能不能再讲慢一点 ？OK， 在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地方呢，它有2个算法。第一个算法呢，就是说我们直接用损益表的税后净利去除以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的部分，再乘以100%，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也就是说，你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你投资这家公司所得到的报酬率。那另外呢，我们把这个公司拆开来，它就可以分作3部分。3部分，一个就是所谓的净利率，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税后净利率的部分。那一个就是总资产周转率，也就是说我的资产我已经购置进来，那是不是我使用它的次数使用它的那个这个资产的次数越多，比如说我24小时运转，就会比8小时运转来的那个总资产周转率会相对比较高。然后再来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用总资产去除以股东权益，就代表一个财务杠杆的效用。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呢，好，那我们比较一下，就是以这3家上游的IC 供应商的营运比较起来，相对于创意跟世芯都是往先进制程发展。那智原这个地方呢，它的特点是它都是在大部分专案都是在28奈米以上，所以它是比较专注成熟制程，然后前后端的一个设计服务。那它的利基就是它同时拥有大量那个自有 IP 的解决方案为其他的优势。那所以说它可以用这个优势去选择产品生命周期比较长、毛利率比较佳的专案。好，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盈利率跟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很明显都是高于其他2家业者。不过它的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这个地方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可以让它的绩效表现得更好。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面的部分。那智原这部分呢，它是跟随它的母公司联电的脚步。那它的产品是广而通用的制程，其实就是指成熟制程。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呢，那近期呢，美国宣布对中国扩大
管制高阶的晶片及设备都有新的禁令，要许可嘛，出口许可。但是资源因为是广而通用制程，简单说就是成熟制程，所以不受影响。所以每家公司有每家公司的特色，在这时候反而显出它不会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它从1990几年开始的话，一直到1高、2高，好，然后这边拉回来，然后3高这个地方是呈现一个失败 N， 然后4高这个地方，尤其是最后的末段是45度成长，最主要是它的业绩在这时候表现相对比较好。那在纯粹技术面来讲，我们有讲过什么过了前波高要什么关键 K 棒嘛？那没有发现关键 K 棒完，它是不是有拉回整理？跟创意不一样的地方，它并没有跌破这个关键 K 棒的原点，所以它后面什么以45度的公式往上涨。好，那接下来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它的股价就随着大盘一起往下回跌。那它跟创意最大不同的地方呢，好，我们看后面一页就知道了，它回档什么样？跌破了1/2。好，那这时候就有2个几率。第一个几率就是说它业绩够强，它回档虽然过了1/2，但是它攻击呈现45度，那这个时候它就有机会过高。但是这个几率来讲的话，会比较小一点。那除非业绩很强劲，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它回档破了1/2的话，那再攻击的时候可能是盘整或者是盘涨的格局。OK， 那我想接续的上个礼拜的创意，还有这个礼拜的智原，这2个做一个介绍，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呢，就是说同样是做 IC 设计上游的公司，因为它的产品不同，业绩也会不同，那股价的走势也会不同，在攻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力道，同样在那个回跌的时候。下跌的过程中有没有守住1/2，这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大家可以用这2家公司的例子做一个比较，然后后续观察他们的变化。那以后你就会慢慢了解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拉回有没有守1/2后面的股价的变化了。OK， 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的话，欢迎你到部落格看我们的文章。那下个礼拜要介绍什么呢？下个礼拜要介绍世芯，你要记得继续收看哦。到了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